客户跟我们说已经没有时间再烹煮汤了。我之前在你那儿买了汤包，其实在我们的冰橱放了也有几个月。当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开始就是想，怎么样能够让身边的人更方便、更简单的去准备汤。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呢要来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本 Benefit。 其实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喝药材汤，可能有人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药材汤特别是中药材汤呢，让人家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它比较苦，但是我自己个人是喜欢那个苦的感觉，可能从小就被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那其实自己在出来工作之后呢，也想要喝一些中药材的这一些汤品，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太麻烦了，特别是工作已经非常的劳累了，然后自己去煲汤的话呢，你一想到可能你就会有一点点退缩啊，所以往往就放弃了。那其实本 Benefit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它为了解决城市人想要喝汤却没有时间煲汤的困扰，在2020年呢，本 Benefit 就正式成立。它是一家注重高品质的药汤的生产商，他们自己是这样子宣称哦。然后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呢，来用现代化的方式将传统的药材融合现代呢，让民众有更多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创办人林国良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国良，欢迎你。你好，能姐，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财经能够邀请本人代表我们本 Benefit 的品牌介绍跟分享我们的故事。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品牌的名字现在其实就在你这个对围裙上面可以看得到哦，本 Benefit。你通常会怎么样子介绍你们的品牌？就直接是本 Benefit 吗？因为一个是中文字，一个是英文字，你是怎样子在这个市场上面让大家透过这个名字对你们有印象呢？我们多数都会介绍我们的品牌为本 Benefit， 主要华语顾客我们都会以本为主介绍我们的品牌命名本，意喻着根本的意思，也是我们本 Benefit 所要的营商的模式、营商之道。我们希望以食品的根本、食品的本质带给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以本单名，简单轻易的介绍我们的品牌。所以你刚才提到食品这两个字，所以我就蛮好奇了，就是你们的产品它是以这个食品为主，还是中药为主，还是结合？其实都是结合。当然我们主要有很多汤类都是利用药材，因为本身我们也喜欢喝药材汤。我们的产品我们命名为食品，因为里面不是完全性是利用药材，我们里面也有植物类的成分，比如雪梨、红枣。红枣类可能有人觉得是一种药材，其实它只是一种果类，所以是一种结合，并不是完全只利用药材。我们不卖药，我们卖汤。其实你本来很像是从事 FMCG 嘛，对不对？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会让你决定说你要进入这个中药汤包的行列？又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从原本的这个中药包研发，一直到这个一瓶汤的系列呢？我本身的背景我从事 FMCG 大约10年有余，庆幸的我有机会接触到的范畴、工作范围是比如商业规划、营销策略，或者是我们的销售的范畴。其实我们的汤品与我们的与我本身的背景没有太大的关联。Okay. 所以你本来不是学中医的？不是，我不是中医师。OK， 其实在5年前我对药材一窍不通。我的妈妈其实是一个广东人，所以广东其实出名于汤品。是严格来讲，我就是在汤水中浸泡长大的。Okay.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希望能够喝到汤饮。但是当疫情来袭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没有办法与家人团聚。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开始自己动手动脚去炖煮，准备材料，购买药材或者是蔬菜类的东西，进行自己的炖煮和准备汤。那时候开始，大概应该是2020年，我们就开始接触汤类如何自己去准备汤料。我们要经过非常多的清洗、准备、烹煮，才可以准备到一碗
好喝又有营养的汤。2020年初期，我们接触到汤品、汤类，对汤、对药材的认知也开始逐渐的了解更多。我们也分享给我们的朋友，身边的人也会问我们：我在 COVID 的那段时间，我应该要喝什么汤啊？我要增强我体格，增强我的免疫力，特别是 COVID 来袭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只是初步的分享与我们的身边的人分享汤类。慢慢，我与我太太就想到何不我们尝试销售汤类，因为我们接触到药材商，所以我们可以挑选到非常好的品质的药材。我们一开始是介绍他们去买，但是他们也不懂如何挑选。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慢慢的销售，创办我们的品牌本，去销售家庭汤包，就是那种传统你能见到在药材店已经包好了一包 pre-pack 好的药材，你只需拿回家清洗加入肉类一起炖煮。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先做汤包，先销售汤包，对，所以就是大家还是需要买你的汤包回家去煮。还需要时间，利用基本的知识去炖煮，可能家里也要准备厨具啊这些。对，准备厨具可能你还要去挑选好的肉类，因为我们不会提供肉类，所以肉类你要经过初步的清理掉肉类里面的杂质，你才可以去炖汤，所以步骤也是不简单。所以后来你们就开始就更加的鸡婆了，不只是帮人家准备汤包而已，就干脆帮人家煮好了。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可能是身边的朋友他们要求我们为什么他煮出来的味道跟我们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去到朋友家，去他们分享其实你要怎样煮才可以煮到那个汤的味道，那个营养完全的渗入汤水。多于是分享我们的经验从那时候开始就越来越多人向我们购买我们的汤品但是到 COVID 的晚期，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很多身边的人或者客户跟我们说其实我已经没有时间在烹煮汤了，我之前在你那儿买了汤包，其实在我们的冰橱放了也有几个月没有拿出来烹煮。所以当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开始想怎么样能够让身边的人更方便更简单的去准备汤。经过一些调查与同行的一些分享，我们就知道其实在国外有很多人是用浸泡法，不是用炖煮，用浸泡法，只要把材料进行一些处理，放入热水浸泡就可以饮用汤品。在那一刻我们就慢慢团队也研制成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品汤系列，也被称为免煮汤或者是懒人汤包。OK， 当你看到一个需要，我觉得其实企业家多多少少都需要有这种所谓的鸡婆的基因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你才会去想到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你们才会想到说后续的这个一品汤的系列这样子帮大家准备的更加的完善一些。你自己觉得说自己的生意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品牌？是透过口耳相传吗？还是说你们是在社交媒体里面尝试做宣传呢？其实我们的品牌已经成立大概有3年有余当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在 COVID 来袭的时候2020年那一刻我们开始研究汤品，开始销售汤包，那种家庭式的汤包。那时候其实我们是通过一些网上的销售平台，比如 Shopee、Lazada， 但是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们经营大概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内销售量坦白说并不是太好，因为在那些平台消费者或者是顾客第一时间当他们进入那个平台，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与接触或者尝试你的产品，他们第一时间会看的就是价格。但是我们注重于如我所说，我们注重于我们的食材的本质必须要是顶级以及良好的本质，才可以分享好的汤料。所以在价格方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卖家比较半年后我们就开始研发自己的网站，再通过我们的网站去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也坚持了大概1年在 Shopee Lazada但是现在其实1年后我们就完全的转移我们的产品，从那些 platform 去到我们的网站销售。开始介绍我们的网站的时候，我们是利用社交媒体，比如Facebook、IG 以及 TikTok 去宣传，去打广告，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品牌。这样子的方式，因为那段时间也非常多人待在家里，因为 COVID， 所以他们对社交媒体的时间也比较多。通过那段时间，其实我们的客户增长率也慢慢的提升
在那大概应该是2021年的那段时间。到晚期的时候我们开始就利用一些或者与一些网红合作，让他们尝试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宗旨就是必须要你要喝。当我们见到我们客户也是，我们可能分享我们的概念很新奇很特别，但是最重要你本身要喝，要不然你买了回去放在冰橱蹲在一个角落也没有意思。网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让他们尝试我们的汤品，他们喜欢，觉得这个汤品真的是或者这个汤饮真的对他们本身的健康有帮助，他们才开始帮我们推广以推销我们的汤品。那么其实透过这个网红营销，其实对你们的整个产品的销售的成长，其实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它是否带来多少的成长，是你们满意的吗？目前为止其实我们也还蛮满意我们的成长率。当然如果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太理想利用 Shopee Lazada， 但是到后期我们开始利用本身的网站，因为我们的产品需要 education， 需要分享，需要让我们的客户了解是什么东西对他们的身体有什么帮助，所以通过网红，其实在网红那段时间就开始快速提升。了解。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有忠实客户可能有100多至200个。了解。蛮不错的。目前为止如果我们看回我们本身的 data， 在我们的网站，我们的客户的户口大概也有接近1000。了解。很多人都说在网络上面做营销特别是在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那很多的中小型企业都会发现说，你丢了广告之后，就很多人都会按 PM 会写 PM 或者是会询问，但后面就不了了之了。你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吗？有，其实有非常多的客户，他们只是好奇，当那一刻他们看到你的广告，他们好奇，他们就很随性很随意的放下 PM， 但是当你去真的是与他们私聊分享的时候，多数他们都不会回复。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在网络销售并不是像如 Billboard 或者在店面你见到那么简单。如果店面我与你面对面的分享，你听到我的品牌，听到我的分享，可能你就当下立刻购买。但是在网上其实你需要经过无数的推广，可能你第一次看过这个品牌你是不会购买，你可能要经过3次4次甚至到6、7次你看过同样的品牌不一样的广告，你才相信这个品牌看似不错，你才开始想要去购买。所以 PM 也是一样， PM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 IG Chat 去跟他们分享更多。如果他们有兴趣，他们回复我们都非常热诚继续的与他们分享，因为有时候他们是隔了数小时才回复我们，但是我们的团队还是继续的去分享，不会说隔了数小时可能这个客户没有兴趣，我们就不跟他们沟通或者跟他们分享。当然希望销售会好，但是也不是讲100%要销售。就比如你说我们对品牌对我们的产品的热忱，我们是让更多的人去饮用汤。其实汤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华人的一个传统餐桌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食材，但是来到现代生活习惯越来越的繁忙也逐步的迈向西式化，可能他们会喝 mushroom soup 而不喝我们传统的中药或者传统的药汤，是必须要利用这一个我们现在品牌的平台去分享，让他们知道其实中华的汤是非常的有用，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其实你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们所销售的这个汤包跟市面上面的汤包比较起来，因为你们用的食材比较好的关系，所以你们的价格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像别人压的这么低但现在这是一个讲求这个价值消费的一个年代，就是我们可能要传达说这个品牌的价值或者是品牌的理念给消费者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愿意去买单。你最想要跟你的消费族群沟通的你的品牌的价值是什么？当然我们的影响的之道或者是宗旨就是以人为本，以诚待客或者以本待客，所以我们是非常注重于我们的品质。当然我们可以与其他的商家一样降低我们的价钱，但是当你降低你的价钱，你的品质也没有办法达标，所以我们宁愿牺牲我们的价格，我们的价位没有办法与别的商家比较，也要保存我们的品质。汤是一样东西，是你没有办法看见的东西，因为你把它炖煮后喝入体内，汤你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感觉到那个对你健康带来的影响。所以如果你利用不好的产品，或者里面有防腐剂或者是硫磺，当下你喝下去你是没有感觉，你是没有感觉到
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副作用，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可以知道原来对身体不好。如果你喝到不好的产品或者利用到不好的材料，所以我们非常注重我们的原材料，要确保我们给我们的客户的东西都是健康以及是好品质的。要确保给的东西是健康以及好品质的。像你刚才所讲的，可能也要杜绝一些可能有农药或者是防腐剂的产品，会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寻找药材或者食材上面？对，经过这几年的时间，我们要接触不一样的我们的supplier，或者是我们的供应商，药材或者这种植物类的东西是跟随气候，不一定每次你能拿到都是同样的品质，但是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的产品稳定性。当然这一点，第二是我们的原材料里面是没有防腐剂，所以经过这几年的经验，你会把产品送去检验还是什么？对啊，其实我们有送过去一些 lab test，去证明其实里面有没有农药或者是它的产品里面的品质是有没有添加剂。检验这些全部都是成本的。对对，其实所以而且不便宜耶，检验对食品检验不便宜。每一次检验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原材料，其实都要花我们数百令吉的一个费用，所以是我们对产品的热忱，我们要确保我们产品的素质是好，所以我们愿意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去进行研究。所以那你们有让你们的消费者充分了解到说你们在为他们的健康把关这件事情吗？因为如果有让他们了解到的话，他们可能就更愿意花更多的钱，因为他知道说你的成本也不低。与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不会讲特意的强调我们是经过科研经过实验室去验证，因为其实他们也未必会感觉到那个品质，所以我们没关系，我们今天有机会让你在这边讲没有，所以我们当然会通过这样子的实验室去让我们的产品保存良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品质良好。但是除了这样子，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客户沟通，我们让他们看我们的原材料。最重要是你要感觉到，你要看到那个食品的模样，或者是你可以接触到那个食品的品质，你才可以真正被说服，真正的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产品是好的。所以每次如果我们面对面与客户分享的时候，我们都会把我们的产品打开，让他看见其实里面的原材料都是顶级的，色泽方面或者是新鲜度都是要好。了解。你刚才有提到说之前都是用这个网络上面的通路在做贩卖嘛，那其实所以你们现在也开始要走一些市集的用市集的方式去销售，有没有想过说可能也开一个就是你们的实体店之类的？从网络为什么我们会延伸至市集？主要是因为疫情过后，其实人们开始出来逛街，他们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在他们的手机或者是网络上面，所以我们要更容易的接触我们的客户，接触我们的新客户。因为比如说我们的产品是需要分享，因为其实当你接触一个新的客户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客户，我们除了分享我们的产品，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了解或者学习到不一样人的体质，他们拥有不一样的需求，所以我们要经过这样子的接触。因为网络无论如何，我们通过网络去跟客户联系也有限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或者通过网谈分享到他们所需的东西。利用市集，其实市集是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去过 KL， 我们有去过PGA， 所以在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定点或者是一个指定的地方，设定我们的那个时点会有挑战性，因为我们只能接触那一区的人，我们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去打广告，让更远的人来到我们一个指定的地方去分享我们的产品。所以利用市集，因为市集其实也是现今的热点跟趋势，所以市集是一个比较流动性比较 flexible， 比较容易去接触更多人的一个平台。了解。所以走了这么多市集之后，其实你觉得说这个在市集里面展示或者是销售，它对你们的意义来说是比较多是提升销售呢，还是跟客户沟通？当然目前为止，如果我们要比较市集的销售量与我们的线上或者网上销售量，当然我们网上销售是比较高。市集我们
如果说市集是为了面对面接触客户，我们愿意为了分享，所以当我们见到客户他们不感兴趣，或者是有些比较年长的，他们会觉得汤还是要自己煮，加入肉类比较健康，因为比如我们的一瓶汤系列是属于vegan， 属于一个素食者也能饮用的，因为我们没有肉类在我们的一瓶汤系列里面。那么未来会有计划要开自己的门店吗？是有的，是我们团队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因为当你要设定自己的门店，你的产品的选项要比较多但是最主要的是当你设定你自己的一个实店，成本也增加了，也要更多的资金。对，每月现在的店租不便宜啊。对呀，After COVID 其实很多东西都起价特别是店租也是不便宜。我们还是暂时可能会注重于市集，但是在可能2年至3年之内，我们的团队是决定想要投入这个实店，因为就算投入实店，我们也不会是传统的药材店。其实我们要设定一个 concept store可能里面是分享汤，让他们更了解更多汤的知识，同时间我们可能在里面会帮客户烹煮不只是购买，我们可以在里面直接下单，我们煮你需要的汤给你，所以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其实今天这样子听下来呢，你真的是一个还蛮有热忱的一个创业家，然后对产品也好，对于未来的规划，我相信你有很多的想法。可不可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本 Benefit 这个品牌会有哪一些规划，或者是说你有什么要特别对你的消费者说的呢？当然我们现在的一瓶汤系列是非常我们的热卖 bestseller， 我们目前会继续的研发更多不一样的汤品，因为其实饮用汤是有分不一样的性质，有热性跟寒性，也有平和性，所以不一样的人可能他们需要吸取不一样的汤品可能你是热性的人，你就要带一些温性的；如果你是一个寒性的人，你可能就要带一些热性的汤品。就比如我们的现今最好卖的我们汤品就是我们的美人汤还有我们的夜猫汤，这2个系列或者这2个汤类其实是最多人饮用的，可能也是现今的人生活习惯，他们都是经常喜欢熬夜，所以喝冷饮多的话其实对身体不太好，特别是女士，所以很多女士也会购买我们的美人汤。希望大众能够照顾自己的健康多一点注重饮食，汤类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吸收在身体的一个食品。当我们研发更多的汤类，我们也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去提升他们本身的一个健康。非常谢谢今天您来上我们的节目，等一下下了节目之后，我要来好好跟你请教一下，究竟我适合喝什么汤。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可以分享，是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好，那非常谢谢林国良，也就是本 Benefit 的创办人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谢谢你。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开门见山是 BFN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gin.my 或者是 BFN 的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正在收看 YouTube 的朋友，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财经所有的影片。我们下次见。